范闲微微皱眉，用手指头轻轻击打着那座无名州城的位置。想到上山虎此刻只怕正在那座名义上属于宋国的州城里准备着，心里忽然涌起了强烈的不安，说道：若我是陛下，如果真的是要抢夺时间，不陪上山虎号，最简单的法子莫过于两路强军齐进，然后再择一步绕至宋国背后，上山虎再想把刀藏在鞘内。可若要绕至宋国背后，那就等若要从东夷城借道。虽然如今名义上东夷城乃我大清一属，可是大军要进入东夷城境内。邓子越看了范闲一眼，说道：大殿下和黑旗如今都不在东夷城，而是在小梁国与宋国的边境线上。如果我大清军队要借道，他们只怕会迎来突然的打击啊。这句话其实没有说明白，因为此间密室内的众人都清楚，东夷城如今是属于范闲的。在这样一场波及天下的大战中，东夷城究竟会表现出怎样的态度？庆国皇帝陛下会不会强悍地出兵东夷城？终究还是皇帝陛下和范闲这一对父子之间的事情。如果一开始的时候陛下没有发兵进攻东夷城，这就说明他知道我还没有死，那么他以后也不会选择这条道路。范闲叹了一口气，揉了揉有些郁闷的眉心。不说这些了，终究不是我能处理的事情，我只关心京都和江南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关于这些情况都在邓子越呈上去的那些案卷里，只是内容太多，范闲没有时间一一细看。江南安定，朝廷撤回了内库招标的新则，内库开标一事如大人所料，盐商也加了进来，好在名家依然占据了一部分份额，当然比往年要显得凄惨很多。夏齐飞的人没事吧？去年那次刺杀之后，朝廷并没有对明远有下一步的动作，薛清总督只是在打压夏齐飞，但眼下看来不会进行直接的行动。范闲陷入了沉思，看来皇帝陛下终究还是遵守了宫里的那次承诺，毕竟内库的命门握在自己的手上，陛下想要千秋万代，也只能在自己的威胁之前暂退一步。孙敬修被罢官之后，本来拟的是刘三千，但不知为何宫里忽然降下旨意赦了他的罪，孙家小姐在入教房前一夜被放了回来。如今孙府的日子过得很艰难，但贺派的人被杀得极惨，所以倒也没有人会落井下石。说到此节，邓子越的唇角泛起了一丝笑容。虽然京都之事他没有参与，但是监察院在京都大杀四方，贺派官员流血将尽，着实让这位监察院的弃臣感到了无比的快意。只是院里的人依大人指令全数撤出了京都范围，所以也无法帮手。范闲点了点头，心里却越发的觉得事情有些蹊跷。陛下什么时候变成了如此宽仁的君主？只是为了遵守我们之间的赌约？家里还好吧？他摇了摇头，将心底里那些猜不清楚的事情暂且放过，望着王启年问道。王启年咳了两声，笑着轻声应道：好到不能再好，全天下的人都看傻了。陈郡主和小姐天天进宫陪陛下说话，少爷和小姐的身体也很康健。京都里的情况确实让整个天下的人都傻了。范闲如今是庆国的叛臣，然而皇帝陛下却根本没有对范系问罪的意思，便是本应受到牵连的那些女子们，如今在南庆京都的地位甚至隐隐比皇宫刺杀之前还要更高一些。范闲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不禁也怔在了原地。邓子越此时忽然开口说道：颍州一地的调查出来结果了，袭击文茂的是由南路撤回来的边军冒充的山匪。范闲眼中寒芒微作，快速问道：人呢？最后找到了文茂的尸体，被当时的血盖上了。邓子越缓缓地闭上了双眼，说道：当时他的身上缺了一只胳膊，院里救赎找了很久，没有找到。我要回京都。沉默很久之后，范闲抬起头来，看着身边最亲近的三位下属，极为勉强地笑了笑，说道：你们马上撤回东夷城，以后再也不要聚在一起，不然如果被人一网捞了，我到哪儿哭去啊？听到范闲再回南庆京都，王启年三人面色震惊。
王启年与范闲在一起的时间最长，也最了解范闲的心思，说话也最不讲究，嘶着声音劝说道：陛下虽然没有进行清洗，但大人您也知道，若您出现在京都，他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杀死你。我知道，您现在的性命牵涉到那个赌约，更关键的是您只要活着，陛下就有所忌惮，您的性命会影响很多人的生死。我都知道。范闲微垂眼帘说道：可京都总是要回的，因为事情总是需要解决。我便是在东夷城躲一辈子，也没有办法解决。又是一阵死一般的沉默。范闲的脑海里忽然闪过一道亮光，盯着王启年问道：先前讨论过，北大营和燕京明明可以与上山虎号，可是陛下的意思明显是不想好，这是为什么？王启年沉默片刻以后说道：宫里有消息，陛下的身体似乎有问题。此言一出，邓子越和石产力的面色巨变。他们当然清楚皇帝陛下的健康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问题在于他们一人负责监察院旧属的情报工作，一人负责遍布天下的抱月楼情报系统，却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与陛下健康有关的风声。此时王启年却说得如此确实，让他们实在有些不敢相信。范闲盯着王启年的双眼，许久之后缓缓点了点头。他知道王启年的消息是从哪里来的，红烛的存在哪怕陈萍萍当年活着的时候都不知晓，但范闲交给了王启年，很明显这个消息便是出自红烛。密室里沉默了很久很久，三人知道这世上谁都无法阻止范闲的行动。石产力极为艰难的一笑说道：大人不和我们讲讲此次旅程的故事？自苦河大事之后，您可是第一位能够活着从神庙回来的人。只是一座破庙罢了，有什么好讲的？范闲笑了笑，知道所有人其实都十分好奇那个虚无缥缈的地方。然而他此时的心情沉重，确实没有什么说话的兴趣。他只是淡淡的瞥了一眼密室门口的五竹书，心想：匣子书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呢？便在琅琊郡进入雪山神庙的年轻强者三人组分手了。王十三郎要用最快的速度赶往东夷城，将范闲活着的消息以及范闲的安排在第一时间内通知孤守东夷城的大殿下以及剑炉里的人们。而海棠的离开也在范闲的意料之中。眼下天下大战已起，北齐虽然有一战之力，但终究局势凶险。海棠身为北齐圣女，自然无法置身事外，她必须要赶回上京城，赶回北齐皇帝的身边，以她青山天一道掌门人的身份，帮助自己的国度抵抗外来的侵略者。只是分手的时候，海棠那双疲惫双眼里的神情，令范闲有些莫名的怜惜。